从小花园对战100年到弹头岛迎接太阳神，从2000年更新的116话到24年后的现在才出的1106话，艾尔巴夫巨兵海贼团的故事横跨海贼王1000话，纵贯24年岁月，可以说是伏笔千里，暗线成王。那么今天呢，阿旺就和大家细致回顾一下关于巨人国艾尔巴夫的细节伏笔和有趣彩蛋。巨人族初次登场还是小花园篇，当时草帽团刚进入伟大航路，要护送薇薇公主回国，途经小花园时偶遇了来自巨人国艾尔巴夫的寿命长达300年的巨人，而且是巨兵海贼团的2位首领东利和布洛基。二人已经在小花园决斗了上百年，打了7万多场，甚至已经忘了当初决斗的原因，只是为了战士心中的荣誉。这股气势、气魄和豪迈的勇气感染了路飞，甚至深深触动了胆小的乌索普。从此二人对全员狂战士的艾尔巴夫一心向往，乌索普甚至还拜了布洛基为师傅。不过此时的小花园却出现了微微的敌人巴洛克工作室的 Mr. 3等人，三哥想要抹除微微时也抓了巨人们换取悬赏，凭借果实能力略施小计，果乱了巨人的决斗。可是在布洛基看来，对手东利既然隐瞒着伤痛来决斗了，就要给予他充分的尊重。这股豪情，这股对战士荣誉的尊重，或许也是一种无谓的英雄主义吧。于是100年的 solo 战在这种操作下分出了胜负，这可气坏了路飞。那么长话短说，路飞等人干掉了三哥等人，拼命捍卫了艾尔巴夫的荣誉。可在草帽一伙告别小花园时，乌索普吹的牛竟然成真了，巨大的金鱼出现要吞下梅利号，而2位巨人却叫他们笔直前进吧，我不会让朋友的海贼旗折断的。于是二人合力一招罢国，劈开了巨大金鱼，还说而被艾尔巴夫这股豪情触动，一心向往着的路飞、乌索普二人自然是欢快的跳舞。这番向往也一直持续至今，在1090话提出要去艾尔巴夫时，二人依然是勾肩搭背兴奋跳舞，这2个画面也算是个长久的呼应吧。当然这里是第一次遇见巨人，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这2位的人物长相明显借鉴了关羽和张飞，衣着上还有维京海盗最经典的打扮牛角头盔，而历史上的维京海盗呢，据说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点呢很有意思，我们后面再展开说。接着再次遇到巨人呢，就来到了司法岛。在392话罗宾的回忆中，本来是海军中将的巨人萨乌罗保护了罗宾母女2人，还对我们观众补充了巨人族的设定，说巨人族的国度不只有埃尔巴夫这一个国家，只是埃尔巴夫的巨人狂战士很出名，所以人们都以为巨人族都是一群大老粗，其他国度的巨人族啊其实也有温和的巨人。然而萨乌罗吐槽世人对巨人族有偏见这句话，其实也是他对埃尔巴夫的偏见，更是个伏笔。因为埃尔巴夫的巨人族啊是粗中有细，到了1066话，萨乌罗被轻至冰冻后并没有死，救下他的就是埃尔巴夫的巨人。这帮巨人甚至还帮忙整理了奥哈拉的书籍，而萨乌罗现在也生活在埃尔巴夫，守护着这些书籍，所以他和罗宾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当然在奥哈拉帮忙搬运书籍的巨人呢，也是个小小的伏笔啊，大家可以先记住这3位的模样啊，分别是大哥的黑披风嘛，胖胖的牛角头盔，还有少见的女性的巨人族。接着勇闯司法岛的剧情中呢，还呼应了小花园的伏笔，为世界政府守门的奥伊莫和卡西在众人合力攻击之下被打倒了，而这2位那可都是性情中人，失败后哭泣的泪水差点把乌索普给淹了，还说出了作为埃尔巴夫的战士之所以在这里守门，是因为世界政府说他们的2个首领啊，东利和布洛基被世界政府关起来了，帮忙守门100年不出错就放了他们。而乌索普不仅会撒谎，更会戳穿谎言，说出了在小花园的经历，直言您2位傻大个啊被骗了，2位首领的决斗呢还没有分出胜负呢。2个巨人一听，既为大哥没事欢喜，又为被骗了愤怒不已，于是乌索普再次被巨人当做了恩人，他也成为了巨人骑士。后来大家躲过了司法岛的屠魔令，2个巨人随着船国回到了水之都，作为强大的劳动力维修城市，又因为已经得知2个首领还在决斗了，就很放心的想要回到埃尔巴夫去，还邀请乌索普一起去。可是乌索普终于说出了那句话，
那么目送着乌索普远去，两个巨人呢也埋了个小伏笔，说已经和狙击王约定好了，一定会在埃尔巴夫再次相见的。而最后在第490话的扉页中呢，卡西和奥伊莫告别了水之都，回埃尔巴夫了。所以当1076话红发出现在埃尔巴夫时，他们两个呀就在等待着狙击王，在期待与草帽一伙相见。那么大家觉得现在他们跟东利部落基来弹头岛了吗？然后在水之都这里呢，还有一个关于桑尼号与埃尔巴夫的绝妙伏笔，后边呢我们再为大家揭晓。接着呢，草帽一伙再次遇到巨人，就不是那么幸运的友军了，而是非常强大的敌人魔人奥兹。中年危机的莫里亚十分渴望巨人之力，用路飞的影子复活了奥兹。这家伙的个头比普通巨人族还高上1倍，要草帽一伙联手，再配合上梦魇路飞，才勉强将他放倒。又在团队精妙配合之下，才彻底击垮了僵尸形态的奥兹。而400年前真实的奥兹啊，喜欢搬运岛屿，他也并非是橡胶的敌人，甚至是崇拜乔伊波伊、崇拜尼卡的人。他裤衩上的这个浪花十字架已经说明了一切。这点呢，阿旺在这期视频里有详细的聊过，非常的妙。尾田呢，非常的会讲故事，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当然了，等这个海贼完结之日再回看呢，真正能说得上是海贼王贯穿全文的伏笔的，阿旺觉得会有3个，一个是刚才说的浪花十字架，第2个是笑，第3个呢是小孩。那阿旺也努力啊，快点涨到100万粉丝时呢，再来把所有的这些伏笔、这些暗线成网的故事结构剖析一下。现在呢，我们先看香波地岛的巨人。当雷利老爷子以奴隶身份被拍卖时，怜香惜玉的他用霸气保护了姑娘，一旁的巨人就察觉到这一股霸气不一般呢。后来路飞为保护小巴和凯米痛殴天龙人，拍卖会场被破坏，差点成为奴隶的巨人也幸免于难，所以他非常感谢草帽一伙，说有缘再见，必会报答。乌索普说好嘞您得。那么这里啊，我们要记住的是他戴着的金属铆钉的这个黑色的帽子，而他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斯坦森。接着来到了顶上战争，巨人小奥兹。艾斯曾在和之国学习编草帽，后来加入了白团时呢，为小奥兹编了一顶草帽。那么在海贼王里，草帽的象征的意义那就太多了，太大了。比如与伊姆的皇冠正相反，代表着普罗大众，有团结底层的象征，也有打破这个阶级的意义。所以小奥兹救蒂艾斯这个画面呢，也可以说是草帽与蒂的意志在交相辉映。其实啊，作者画到这里呢，阿旺觉得已经在为2年后的主题做准备了。2年后的主题是平等嘛，是打破种族和阶级嘛，而2年前自由的主题啊早已结束了，甚至阿旺觉得海贼王已经完结一次了。但是这番言论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不舒适，所以只要视频点赞过2万，让阿旺知道也有不少兄弟会站在阿旺这边，咱们再专门开个视频好好聊聊为什么2年后不如2年前好看。那么接着说愚人岛篇，这里乔伊波伊第一次出现，到后面我们才得知乔伊波伊是戴着巨大草帽的，至于他是巴卡尼亚族还是巨人族啊，目前待定。当然我们还要知道的一点是，鱼人和巨人是可以共同奔赴生命大和谐的。曾经在福克西的海贼团呢就出现过鱼巨人，然后冒险来到了冰火岛庞克哈萨德，邪恶科学家凯撒熄灭了烟，说起从前，说贝加庞克巨大化实验总是失败，那个元帅战国太保守了，如果将来是更激进的大将赤犬成了元帅，或许会同意我拿小孩做巨大化的实验了。而尾田他在故事上有意思的设计是，赤犬和青雉就是在庞克哈萨德决出胜负的，决出赤犬的元帅职位的。可这时候的凯撒呀已经被老贝开除了，于是不死心的凯撒在明哥和凯多的背景之下，开始拿小孩做实验，被路飞暴揍一顿后呢，留下了一堆身体大小不太正常的儿童。而现在这些儿童就在弹头岛旁边的 G14支部，这点设计或许也是为了触发什么关键剧情。而为什么世界政府和明哥、凯多他们要做巨大化实验呢？现在依然没有揭开。阿旺盲猜可能存在一个埃尔巴夫的设定，叫巨人之力。接着来到了德岛篇，实在人明哥呀竟然用真的烧烧果实来比赛，把巨人海尔丁都调来了，又在砂糖的神操作和乌索普的超神操作之下，直接让巨人海尔丁成为了告的乌索普的架子。乌索普与巨人的关系呢更是亲上加亲。后来海尔丁以及他的新巨兵海贼团从巴基雇佣兵集团辞职了，加盟了草帽大船团。至于新巨兵海贼团的5位船员呢，除了这位看起来很屌的航海士，
其他几位都是之前出现过的老熟人了。身着黑披风的大块头船长海尔丁不必多介绍，这位船工斯坦森其实就是在香波地岛说有恩必报的巨人，而头戴双牛角头盔的厨师巴格呢，还有黄发长腿女巨人传伊盖尔兹，细看之下呀，就会发现他们几个就是22年前在奥哈拉打捞书籍的那3位巨人。那明明是黑白漫画，阿旺为什么笃定的认为女巨人是黄头发呢？这就要来到蛋糕岛篇了。在布鲁克砸碎修女照片时，大妈陷入儿时在埃尔巴夫的回忆，她曾追着小时候的盖尔兹玩耍。这段已经动画化了，她小时候呢就是一头黄发，而她现在大概是70岁左右，相当于普通人类的25岁，正青春呐。然而同龄的小伙伴大妈并非巨人族，现在已经垂垂老矣。还有当时的海尔丁也在练剑，为了要成为巨人之王持久的努力着。至于后面吃零食的小胖子，大家看着眼熟不？没错还是香波地岛说有恩必报的斯坦森。而除此之外，大妈关于埃尔巴夫的回忆还有2点细节更重要。一个是埃尔巴夫貌似有一棵通天巨树，在大妈的回忆中出现过影子，而红发坎基德的时候呢，也出现在背景当中了。然后蛋糕岛篇的另一个重点是，奇峰提到了巨人族的王子洛基，他曾向罗拉求婚，大妈也觉得非常 OK， 因为大妈很想通过联姻获得巨人之力，从而征服世界。可是罗拉逃婚了，这也就和恐怖岛时遇见罗拉的剧情呼应上了。当然，既然有王子，也就说明有国王了，也就是说埃尔巴夫也是有王族有政体的。但世界会议上并没有他们的影子，那么估计埃尔巴夫是世界政府的非加盟国吧。而这样一个国家竟然还有一帮全员框战士的海贼在，甚至他们中还有年岁很高的2位英雄长老，可见这个国家内部有可能常年存在着争夺和战争。那么国家中心有一棵树，还常年发生战火，这就暗合了水之都篇的伏笔，也就是咱们前面卖的关子，埃尔巴夫与桑尼号的联系。弗兰奇在打造桑尼号时说，这个造船的木材来自宝树亚当，在那个经历了无数战火的岛屿，整座城市化为了废墟，但是岛上有那么一棵树，不管岛上发生什么事儿，它都屹立不倒，人们会重新聚集在树的周围，建立新的城市和国家，其中最厉害的树就叫做宝树亚当。那么在埃尔巴夫经历无数战火都没事的树有多大呢？至今的所有画面中，我们都未曾见过它的全貌。这张画面算是最全的一个画面了，大概能看到比整座岛都要大，而且是直插云霄。我们在前面介绍巨人族的打扮时呢，曾说过参考了维京海盗。维京海盗源自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同样那里也是北欧神话的起源地。而北欧神话的核心框架就是始祖巨人尤米尔死后，心脏处长出了世界之树，也叫生命之树。那了解了这些就是时候说一下前面我们刻意跳过去的空岛篇和巨人族的关系了。刚才说过大树直插云霄，而空岛时路飞等人遇到了甘福尔，他曾说过除了冲天海流，还有一个叫西天之顶的地方可以上岛，那么那里或许就是埃尔巴夫宝树的树顶吧。然后我们再换个角度看，超新星那些人物呢是有串联主线故事的作用的，现在只剩下怪僧乌尔吉没有进入主线了，而他上一次出现就是在空岛，是否他会顺着西天之顶下到青海呢？还有基德的船不是在埃尔巴夫已经毁了吗？而宝树亚当他不就是造船的好材料吗？这些都是很值得期待的伏笔。接着我们就来到了和之国篇，这里算是初步揭示了所谓的巨人之力。在鬼岛战争中大妈看到蛮霸者呢，就说出了这不是庞克哈萨德研究的古代巨人族的实验失败品吗？这句话重点有3，一个是实验失败的点在于蛮霸者有的是力气，但是没有脑子；另一个重点呢是古代巨人族并非是克隆当今的巨人族，毕竟能够将岛屿搬来搬去，不是现在的一般巨人族能够做到的。而第3个重点是莫利亚一直想得到的力量却被凯多获得了这很讽刺，因为当年将莫利亚从意气风发打入中年危机的也是凯多。
就是因为那场败北，莫利亚才探索了僵尸大军这种增强实力的方式，从而也发现了魔人奥兹。接着是现在的弹头岛篇，老贝说世界各地都有等待太阳神尼卡几百年的人，而东利部落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来迎接太阳神了，这就已经将第二部海贼王的主题平等与埃尔巴夫的故事呢完全的勾连上了。那没准第4块红色正文呢也在埃尔巴夫呢，那么这就是尾田从这个千禧龙年至今跨越了24个年头，在主线故事中编织的埃尔巴夫的伏笔和暗线。其实啊，每当这种暗线成往时啊，或者是伏笔揭示时呢，对于阿旺这个快追更20年的人来说呀，都有一种暗戳戳的爽感。那么你在尾田开始埋设伏笔的时候的2000年，你那时候在干嘛呢？现在24年过去了，你比那时候更开心了吗？最后啊，再给大家留个关于埃尔巴夫的小问题。这个小孩是谁？和埃尔巴夫有什么关系呢？好了，点赞点关注，和阿旺一起细看海贼王。